杀！爱才仙人已经受伤，自然知道有高人插手，可是爱才如命、杀心一起的他，并没有理会那位高人，而是大喊一声，且亮出兵器，向楚风刺了过去。然而，只见那位黑衣人抬手一掌，只听一声惨叫传来，爱才仙人便被轰出数里开外。虽然这一掌并未杀死他，可是爱才仙人落地之时，已是血肉模糊，身负重伤，失去了战斗的能力。在此之后，那位又将手掌放在结界之上，掌心一颤，神威尽显。在此等力量之下，那龙纹结界便如镜面碎裂一般散落开来。随后，那位袖袍甩动，楚风与红强皆是落入了那位的掌控之中。前辈，虽不知您是何人，可请您替我老祖与两位仙人脱困。楚风见那位是来救自己的，便开口请求。听得此话，那位愣了一下，随后袖袍再度卷动，刹那间天昏地暗，乌云滚滚，一道磅礴的旋风更是从凭空而现，落在了百里悬空与4位族长的战圈之中。狂风旋转，简直势不可挡。虽然没有杀人之力，但在那狂风之内，堂堂4族的族长也是如落叶一般，只能随之旋转，却无法抗衡。而就在此刻，那位黑衣人探手一抓，百里悬空便化作一道光影，落入了那位的手中。紧随其后，那位便带着楚风、红强、百里悬空3人引入了虚空之中。哪里逃？4位族长率领4族大军拼命去追，可是他们怎能追上？莫说身影，那位眨眼间连气息都是消失的无影无踪，这自然也包括楚风3人。楚风被救走了，那人好强，竟是4品5帝，究竟是谁？还能有谁？定是张天翼的父亲，那座堡垒的主人。除了他，没人有这个本事。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那座堡垒，而此刻4族之人不仅将目光投向了堡垒，更是满面杀意，气得双眼通红，磅礴的杀意覆盖了整座堡垒。虽然知道张天翼的父亲不是善类，可胆敢救楚风，那就是与他们4族为敌，他们必然誓不罢休。诸位，说话可要有证据，否则休怪我不客气。然而就在此刻，张天翼的父亲却自堡垒内飞掠而出，站在了堡垒之上，环视四方，同样杀气腾腾。但也不能怪他动怒，毕竟的确是众人冤枉了他，这竟然不是他。见到张天翼的父亲出现，人们更是吃了一惊。那位黑衣人早就逃了，并且是向外逃的，而张天翼的父亲则是立马就出现了。这说明救走楚风的人真的不是他。可是若不是他，那又会是谁呢？这岂不是说还有一位4品5帝级的大人物是楚风的后盾？罗盘仙人也就罢了，雪发仙人也就罢了，那位带斗力的5帝也就罢了，如今竟然又出现一位4品5帝，这实在是太惊人了。这楚风的后盾是究竟有多强大？岂不是真的能与传承数万年的4大帝族抗衡？想到此处，许多人的内心已是翻江倒海，久久难以平静。楚风横空出世，还真是来头不小，无耻的老杂毛们，本仙不陪你们玩了。然而就在这时，雪发仙人忽然大喝一声，随后丢出一物，顿时浓烟滚滚，遮盖住了视线。诸位，后会有期。而与此同时，罗盘仙人也是则是拿出了同样的物品，丢出之后，同样浓烟滚滚。而在那滚滚浓烟扩散之际，2人已是纷纷趁机逃脱。你们若不追我，今日之事一笔勾销；若敢追我，定让你4族不得安宁。雪发仙人不仅逃脱，还公然威胁。可恶！此刻4大帝族总共6位太上长老皆是气得浑身颤抖，但却没有人去追雪发与罗盘。其实他们若真想留住雪发与罗盘，还是可以留住的。可就算留住又能怎样？若是能杀掉他们2人，早就杀掉了，岂会让他2人牵制这么久？若是继续缠斗下去，把他们2个逼急了，大开杀戒的话，他4大帝族的损失怕是不止如此了。可越是这样，他们越是不甘，越是气愤，越是憎恨雪发与罗盘，埋伏许久，准备许久，精心计划许久，可是到头来不仅让楚风逃了，好像连伤都没伤到楚风。而再看看他们，可真是损失惨重啊！5帝之下也就不说了，就连5帝也是死伤惨重。最令人无语的是，其中10名5帝竟然还是楚风亲手杀的，就连白眉仙人也是死在了楚风手中。但归根结底，这都是雪发与罗盘惹的祸，若不是他们插手，楚风岂能逃脱？早就死在了他们手中。可是明知道罪过全在雪发与罗盘身上，他们却也只能放他们走，毕竟现在他们的人马不适合与雪发和罗盘死拼到底，若想除掉2人，必须另想办法才行。然而不管怎么说，今日这一战他们都是败了，并且败得彻彻底底。损失惨重的不仅是培养多年的5帝与4族精英，还有他4大帝族的尊严与颜面。所以此时此刻，4大帝族当真是憋屈极了，每个人的脸色都是难看至极。他们真是想不通，一个区区楚风，怎会有这么多人为他撑腰？可不管4大帝族如何憋屈，也无法阻挡众人的口舌。毕竟今日人们可是亲眼见到了楚风的强悍。莫说4大帝族自己觉得，就连今日的旁观者也清楚，4大帝族与楚风为敌，怕是以后的日子将要很不好过。毕竟楚风此子实在太过逆天。而眼下在人群之外，一片虚空之内，隐藏着3道身影。这是3位虽是人类的容貌，可长相却有些特殊，黄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高挑的身材，要比寻常的人类美得多。哪怕是其中2位明明已是糟老头子，可却也比寻常的人类老头要俊朗得多，至少年轻时也是美男子。尤其是这3位之中，仅有的那名小辈更是生了一副宛如女子一般的脸庞，寻常女子在他面前都是黯然失色，美实在太美。她若是女子，便是一位美人，但这样的容貌却少了一分阳刚之气。可抛开容貌不谈，这名男子的修为可是有些不得了。他最多只比楚风大10岁，是个绝对的小辈，可他却是一名5帝，一名真正的1品5帝。至于这名男子身后的5名老者，
那更是利奥的，不仅皆是武帝，并且还是2名4品武帝。这2位乃是与4大帝族太上长老、罗盘仙人与雪发仙人一个级别的存在。这3位皆是远古精灵的人，不，准确来说，他们是精灵王国的人。这楚风还真是不得了，过了这么多年，人族之中终于又出现一位能与我远古精灵小辈抗衡的人了。其中一位左脸带疤的老者看着楚风离去的方向，感叹连连。抗衡？就凭那楚风？莫须长老，您未免太高看他了。那名小辈轻哼一声，虽然见识了楚风的手段，可他却并未将楚风放在心上。玉英少爷，若是你与那楚风交手，你有几分把握胜他？那位叫做莫须的老者问道。几分把握？自然便是10分。那名为玉英的男子先是轻哼一声，随后很是自信地说道：10分。可是那楚风就算不凭借至宝，却也能与1品武帝一战啊！莫须长老眉头微皱，有些不太相信。你若不信，我会找机会与他一战，那个时候你便会知道我的实力。话到此处，那位玉英少爷便转身离去。玉英少爷的确天赋异禀，可心性实在太过高傲，为人太过自负，而如今人族之中又是天才辈出，怕真如传闻一般，又是一位帝王临世的时代，这样下去，以玉英少爷的性子，怕是要吃亏啊！莫须长老眼中涌现出了一抹担忧。莫须兄，我想你是多虑了。玉英少爷虽然为人太过自负，却也有着自负的实力，你应该还不知道，他马上就要突破到2品武帝了。另一位白脸老者说道。莫问兄，你此话当真？听得此话，莫须长老颇为吃惊。这是自然，玉英少爷怕是又要中得我远古精灵第一小辈的之位了。想一想，自打半年前公主大人踏入武帝后，第一小辈的位子便一直是公主大人的，现如今终于回到了玉英少爷的身上。莫问长老提及此事颇为高兴，似乎他更希望那位玉英少爷能成为远古精灵的最强小辈。玉英少爷的天赋自然是没得说，否则怎么会占据我远古精灵第一小辈位置那么久？不过可惜，公主大人已经长大，怕是玉英少爷再也没有机会夺回第一小辈的位置，永生永世只能做个第2了。莫须长老笑眯眯地说道。你的意思，莫非是说？听得此话，莫问长老一脸吃惊。没错，公主大人如今已是2品武帝。莫须长老点头说道。哈哈，公主大人果然不负众望，这个时代的确是帝王将要出世的时代，不过这个时代的帝王却不再是人族，而是我远古精灵。听得此话，那莫问长老也是一脸的高兴。而当大多数还在流连忘返，回想先前楚风等人与4族对决的精彩一幕的时候，真正的大人物们已经纷纷离去，3府中的顶尖高手便在此列。天道府为首的长老乃是一位3品武帝，而此刻跟在他身旁的总共有3个人，有2位也是天道府的长老，只是修为不如他，皆是2品武帝。至于剩下一位乃是弟子，此人自然便是天道府的第一弟子，天降之首冷月。冷月，你应该是真的败给了那楚风吧？为首的长老问道。弟子无能，辱没了天道府的名声，还请长老降罪。冷月一脸的惭愧。降什么罪？不是你无能，只是那楚风太强横。此子的确厉害啊，老夫活了7937年，见过多少人我都记不清，可却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厉害的小辈。我说的是小辈，是指100岁以内者，而他的年龄恐怕还不足30岁吧。那位长老感叹起来。长老，此子竟敢对冷月动手，真是不把我天道府放在眼中。要不要我去杀了那楚风？一位2品武帝说道。你是想杀那楚风，还是想要他身上的宝贝？那位长老问道。长老，我只是想……你不用说了，你的心思我还不明白。还不待那位将话说完，长老便瞪了他一眼。而此刻那位也不反驳，而是理亏的低下了头，似是默认了一般。你们2个都听好了，府主大人出关之前不许给他惹乱子，就算要对付那楚风，也要等府主大人出关之后再定夺，否则若是惹得府主大人动怒，没人保得住。你们听到了吗？那位长老说道。属下明白。另外2位2品武帝纷纷点头。人王府此刻也有着几位武帝级的长老，正在返回的途中。为首的同样是一位3品武帝，此刻正若有所思。大人，您在想什么？其中一位1品武帝对为首的长老问道。楚风此子太过逆天，若是这个时代真的会有帝王出世，我想定是非他莫属。为首的长老说道。不是还有个工地的传人，那个张天翼吗？也许那张天翼比楚风还要厉害，毕竟是最强小辈。有人说道。最强小辈，虚名罢了，相信我，张天翼绝对不如楚风。长老话到此处，叹息一声，又说道。帝王出世，人族之中将不是我人王府最强，若是那楚风真的成长起来，我人王府以后也只能看他脸色了。大人，帝王真的那么厉害？有人问道。那是自然，否则何以称为帝王？长老说道。大人，要不趁着那楚风还未成长起来，属下将其铲除如何？那位1品武帝说道。就凭你？那长老轻蔑地瞥了他一眼道。2品武帝今日都被那楚风射死了3个，其中还有龙纹级黄袍界灵师白眉仙人，你区1品武帝有几分把握能杀那楚风？那位1品武帝说不出话来，细细想来，他的确没有把握。算了，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回禀府主大人，他老人家自有定夺。为首的长老说道。是。其余人纷纷应下。德玉府此刻同样在议论楚风之事，可他们与天道府以及人王府的反应则是全然不同。判官大人，按照您的意思，那楚风很有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帝王。一位2品武帝满面兴奋地对为首的那位老者问道，而其他人也同样兴奋不已。而那位为首的老者脸色发黑，宛如默坐的一般，并且他骨瘦如柴，是真正的皮包骨，若是脱去衣服，简直就像是活脱脱的一具干尸，甚是吓人。不过别看这位老者长得吓人，但双眼却是炯炯有神，有其他的修为，乃是4品武帝，比天道府和人王府
此次派来的为首长老都要强横得多，而此人在五支圣土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莫说四族族长，就算四族的太上长老，在他面前也是不敢放肆。此人因脸色发黑，煞气滔天，又在地狱府内位于判官一位，被世人称为黑煞判官。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兴奋？想当初赤帝、黄帝、东帝、青帝四人各自为王的时候，我人族是何其的威风，是真正站在五支圣土巅峰的存在。就算远古精灵也不敢放肆。可是青帝之后，再也无人能压制远古精灵。虽然远古精灵很少露面，给世人一种隐士的感觉，但是我们三府最清楚，远古精灵是多么的霸道。那么多遗迹、藏地，他们占据的最多，很多好处都被他们独占了。看似不与世争，实际他们是真正的强盗。唉，不过若是楚风真的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帝王，定会为我人族撑腰。到时候看他远古精灵是否还敢嚣张。黑煞判官话到此处，将目光闪烁，似是看到了那一日的到来一般，一脸的解气。判官大人所言极是，可是判官大人，您为何提到赤帝、黄帝、恭帝、青帝，却唯独没有提到兽帝？一位长老不解地问道。兽帝不是人，自然不能算。黑煞判官说道。真的不是人？不是有人说兽帝是人，只是修炼了类似妖兽的功法，所以才自称兽帝吗？此刻其周围的长老皆是颇感吃惊，那都是谣传而已。兽帝是妖兽，只是没人清楚他究竟是什么妖兽罢了，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可以将兽帝逼出原形。黑煞判官说道。原来如此，众人纷纷点头。对了，判官大人，您觉得今日救走楚风的会是谁呢？有长老好奇地问道。谁都有可能，可能是隐士之人，可能是10仙之一，也可能是我三府的人，甚至可能是4族的人，一切皆有可能啊。黑煞判官说道。还有可能是4族的人。判官大人，恕属下冒犯，只是我觉得这似乎不太现实吧。4族杀楚风还来不及，怎么会救他？有人说道。这你就不懂了，楚风身怀至宝，且天赋太过逆天，先不说他身上的至宝容易招来杀身之祸，单单是他的天赋也会让很多人视他为威胁。所以我的意思是，谁都可能救他，只是救他的人也可能是想害他的人。黑煞判官说道。原来是这样，属下明白了。众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但随后又担忧地说道。判官大人，若真是有人图谋不轨，楚风岂不是很危险？我也不想他死，毕竟他承载着我人族的希望。但今日的情况，我们也实在不好出手，所以还是要将此事告知府主大人。话到此处，黑煞判官望向远处，低声道。此子有人害，就要有人保，否则只靠自己，怕是难以成长。希望府主大人愿意保护此子吧。此刻4族大军也已经打道回府，在那整齐有序、气势恢宏的浩瀚大军之中，有着一辆金光璀璨的战车，战车之内6位太上长老以及4位族长都在。而除了这几位之外，还有一人，这个人便是那位变化成楚风模样的百变泥人。只是此刻连4位族长都要站着，可那百变泥人却与6位太上长老一同坐着，并且目光中没有一丝拘束与紧张，只是一凭武帝的他，竟是一副与4族长老平起平坐的架势。楚风不死，后患无穷，你4族怕是要不得安生了。以那楚风的性子，若是日后成长起来，你4族就算灭族，也是不足为奇。百变泥人坐在那里摆弄着手指，似是在说着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这不用你说，我们也清楚，否则我们也不会这般急着想要除掉他。你说，你有办法对付楚风，究竟是什么办法？南宫地族太上长老问道。很简单，抬高悬赏价码，总会有人将那楚风的消息告诉我们。百变泥人说道。还要抬高价码？现在的悬赏难道还不够？4位族长几乎一同说道。不够，远远不够。你们若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加上1件地兵，那便够了。百变泥人说道。什么地兵？你是要我们拿地龙印做悬赏？不行，这绝对不行。地龙印可是我4族立足的根基。4族长老皆是摇头。你们就算拿地龙印做悬赏，也没有人会信的。谁都知道地龙印对你们来说有多重要。我主人可以借你们1件地兵，不过他有一个条件。百变泥人说道。什么条件？众人一同问道。你们将月下迷宫的那4把星辰钥匙送给我主人，他便会借你地兵。不过记住，只是借，至于这借的意思，相信你们懂。百变泥人说道。几位太上长老彼此互看一眼，皆是面露为难之色。不急，你们可以慢慢考虑。不过在一座你们打不开的宝藏和一个能除掉大敌的机会面前，相信你们会有决断。百变泥人说话间，已是起身准备离开。等一等，我南宫地族愿意交出星辰钥匙。南宫地族的太上长老说道。我也愿意交出。在这之后，其他3族的太上长老也是纷纷开口。这就对了。此刻百变泥人转过身来，他那没有五官的脸上竟浮现出了一个笑脸，笑得甚是邪恶。只是就算能找到那楚风，但是那么多人保他，想要除掉怕是也不容易啊。北唐地族的长老说道。这点你们放心，正所谓帮忙帮到底，你们若是肯将4把星辰钥匙赠我主人，那个雪发仙人我主人可以帮你们搞定。而若是没了雪发，只是一个罗盘，你们应该也是可以对付的吧。百变泥人说道。若是这样，自然甚好。听得此话，4族长老那一张张郁闷的老脸之上，总算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喜色。在各方人马对楚风议论纷纷之际，那位黑衣人仍然带着楚风等人隐于虚空之内急速飞行，直到来到一座山脉之后才减缓速度，随后落入山脉内的丛林之中。前辈大恩不言谢，可还请前辈告诉晚辈您的尊姓大名，日后楚风也好报答前辈今日的救命之恩。落地后，楚风赶忙抱拳施礼，哪怕红墙与百里悬空也是纷纷抱拳表示感谢。可是不曾想，那位黑袍人却根本不理会他们，而是对着丛林深处说道。这是我唯一能帮你的了，若是还不成，那你也只能退位了。话罢，
那位黑袍人便再度隐于虚空，消失不见。此刻，楚风等人颇为无语。那位虽然救了他们，可从始至终都未与他们说过一句话。但哪怕如此，楚风等人仍是将目光投向了那黑袍人先前说话的方向，因为此刻在那里，一道气息正在靠近。那是一位三品武帝，楚风小友，久仰大名，今日终于是得以相见，幸会，幸会啊！那位露出了真容，虽然他是人的面容，可楚风能够感觉到他不是人，他的气息是妖兽。前辈，您是妖蛟王族的？楚风问道。楚风小友，不愧是黄袍界灵师，居然被你发现了。没错，在下正是妖蛟王族的族长妖蛟广。妖蛟广笑眯眯地说道：“原来是妖蛟广前辈，晚辈楚风，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楚风抱拳弯腰，施以大礼。他知道，不管先前的黑袍人是谁，但那位不过是受人之托，真正要救楚风的是眼前这位妖蛟王兽的族长妖蛟广。楚风小友，你可先别急着谢我找你前来，其实是有一件事想要请你帮忙，不知小友可否愿意？妖蛟广说道。帮忙？听得此话，楚风也是微微一愣，但仍是说道：“前辈有恩于我，不知是什么事，是晚辈能够效力的，只要晚辈能力之内，定然全力而为。”这件事说来话长，但的确楚风小友帮忙，我也就实话实说，不瞒三位了。妖蛟广为楚风等人讲述起事情的经过。原来妖蛟广虽为妖蛟王兽的族长，可是他现在的族长之位却已经到期，而按照妖蛟王兽的规矩，继承族长之位的人选不是由他来决定的，而是看妖蛟王兽如今的小辈谁的实力最强，实力最强者便可继承族长之位。眼下妖蛟广的孩子中，排在小辈之列的，也就是100岁之内的，乃是第96个儿子、第97个儿子、第98个儿子和第99个女儿。而这3儿1女之中，实力最强的便是他第96个儿子妖蛟听雷。妖蛟听雷楚风已经见过了，他便是最强小辈争霸大赛代表妖蛟王兽进行决赛的那位。当日那妖蛟听雷还曾在张天翼的父亲面前侧面的替楚风说过好话，所以楚风对他印象不错。不过据妖蛟广说，他的96个儿子妖蛟听雷虽强，可却并不是整个妖蛟王兽当今小辈中最强的。如今妖蛟王兽中最强的小辈名为妖蛟血染，那妖蛟血染的年龄虽然也有93岁，但却仍在小辈之列，并且他有着比楚风还强的修为，乃是一位8品半帝。按理来说，妖蛟血染是如今妖蛟王兽族长之位最佳继承人，正常来说本也没有什么。可是妖蛟王兽内分为2个派系，一个是当今族长妖蛟广所在的派系，这个派系名为和派，他们主张妖兽与人族和平共处，不起争端；而另一个派系名为战派，战派主张妖兽为王，不当对人族多加谦让，应该让妖蛟王兽登上5之圣土的巅峰，让世人忌惮他们的大名。所以若是让战派当了族长，那妖蛟王兽日后怕是难与人类和平共处，定然要升起祸端，无论是对人族还是对妖蛟王兽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而那妖蛟血染便是当今战派主事者的儿子，再加上那战派主事者本就与妖蛟广素来不和，若是让他的儿子继位，妖蛟广所主持的和派日后怕也是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妖蛟广非常不希望让妖蛟血染继承族长之位，这才找到了楚风，想让楚风帮忙。妖蛟血染虽是8品半帝，在小辈之中已是非常强横，可是妖蛟王兽族长面对的乃是5之圣土5帝级的人物，他这个修为显然不足以胜任族长之位。我不明白为何要让他继位，而不是另选实力更强横的。况且我看前辈您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就算再胜任个2000年也是毫无问题，根本没有理由退位才是。楚风一脸的不解。楚风小友有所不知，这是我妖蛟王兽自古以来便有的规矩。我98岁那年便已是妖蛟王兽的族长，时至今日我任族长之位已有8000年，而妖蛟王兽有规定，族长任满8000年，不管修为如何，实力如何，都必须退位，从小辈之中选出实力最突出者继位。妖蛟广说道：8000年，你已经活了8000年。听得此话，红强颇为吃惊，因为在他来看，妖蛟广身强体壮，最多只像人类活了3000年，根本不像是8000年的寿命。毕竟作为人类的话，就算是武帝，可到了8000年，那也是年老体衰，就算仍具备通天之能，可也是寿命走到尽头的时候。说句简单点的，就是离死不远了，必须靠天才地宝续命，才能多活一段时间。就比如4族的天上长老，甚至是百里悬空，都是这种到了寿命终点的人，都在用特殊手段续命，可哪怕如此，也无法支撑1000年，最多只能再活个几百年而已。虽然同样是活了这么久，可是看妖蛟广的样子，就算再活个4、5千年，那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衰老的气息。我妖蛟王兽具有真龙血脉，虽然只是一点点，可却也足以让我等寿命比寻常妖兽要高出一些。况且妖兽的寿命本来就是比人类要高的。妖蛟广解释道：5之圣土，妖兽遍地跑，可是真正具有高贵血脉的妖兽却是很少露面。今日老夫倒也算是开了眼界了。百里悬空也是点了点头。当日在拜月云城救了楚风小友的，便是这位兄台了吧？红强兄，我已是知道，只是不知这位兄台尊姓大名。妖蛟广看着百里悬空问道。从他那炙热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应该很想看到斗笠之下百里悬空的真面目。楚风有些犹豫，毕竟老祖的身份哪怕现在也是无人知晓，因为百里悬空的身份事关青木山的安危。无妨，倒是百里悬空摆了摆手，随后摘下了头上的斗笠，说道：在下百里悬空，原来是百里兄，幸会幸会，能够看到百里悬空阵容，妖蛟广颇感荣幸。此刻红强也是看着百里悬空，目光若有所思，毕竟他也是第一次看到百里悬空真容，只是这个名字他有些耳熟，但却又想不起来
是在哪里听过，但这也不能怪洪强记性不好。百里玄空虽然成名很早，但却也是在青木领域名声最盛，且在成名不久便隐士修炼，如今还知道他的人实在不多。妖蛟族长，恕老夫直言，你妖蛟王兽的这个规矩有些不合常理啊！就算任满8000年，你应该退位，也理当找比你年幼但却有资历的妖蛟王兽来继任，怎么能跨越度那么大，直接从未满100岁的妖蛟王兽中选族长呢？先不说对外如何，单说妖蛟王兽内部，他的修为，他的身份何以服众啊？百里玄空很是不解地问道。而这也是楚风与洪强不解的地方。我妖蛟王兽中有2个派系，派系才是关键，族长之位只是一个名头，小辈继任之后只是挂个头衔，真正的大权实际上是落到了其所在派系主事者的身上。妖蛟广说道：原来是这样，老夫明白了。只是你刚刚说楚风能帮你，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楚风怕是无能为力吧？百里玄空说道。楚风小友的确可以帮我争取一个机会。妖蛟广看向楚风说道：前辈，您请直说。楚风说道：我的小女儿妖蛟听雨，楚风小友可还记得？妖蛟广说道：听雨公主与我是在练兵仙人所在的仙人岛相识，楚风自然记得。楚风对妖蛟听雨的印象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说到了现在，楚风对妖蛟王兽的整体印象都是很不错的。毕竟在那么多人族之人想要置他于死地的时候，是妖蛟王兽救了他，那种特别的感受，唯有楚风最为清楚。听雨他年龄小，可实际上却是我的99个孩子之中天赋最好的一个。我妖蛟王族的长老团向来不插手和战两派争夺族长之位，他们只看小辈的修为和实力。但是这一次，他们破例给出条件，只要听雨他能够继承龙王大人的传承，便让听雨做我妖蛟王族的族长。妖蛟广说道：龙王大人。听到这4个字，楚风3人皆是神情一变，目光闪烁不定，不知为何。听到这个名字，他们总是感觉似曾相识。龙王大人便是5之圣土，远古之后的5位帝王之一，兽帝黑龙王。妖蛟广说道：竟是兽帝黑龙王。洪强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就连楚风与百里玄空也是倍感吃惊。毕竟听妖蛟广的意思，那兽帝黑龙王应该是与他妖蛟王兽有着一定关系的才是。如诸位所想，龙王大人乃是妖兽，并且就属于我妖蛟王族，他是我妖蛟王族的英雄。妖蛟广说道：倒是听闻兽帝可能是妖兽，但只是一种可能，想不到竟真的是。百里玄空依旧震惊不减，似是难以消化这件事情，真是绝了。5帝消失之后，一直了无音讯，没人知道他们的任何消息，莫说后人，就连他们的墓地葬在何处都是无人知晓。现在可倒好，工地传人的出世没有多久，兽帝传人竟也出世，这实在是惊人啊！何谓乱世？这便是乱世。洪强也是感叹连连，说来惭愧，龙王大人神通广大，可是他的传承，我妖蛟王族一直无人能够得到。小女听雨也只是有机会而已，不过究竟能否得到，还要靠楚风小友帮忙。只要楚风小友愿意帮我这个忙，不管能否成功，此恩德我妖蛟广都会牢记于心。日后楚风小友有需要我的地方，定然万死不辞。妖蛟广看着楚风说道：前辈的意思是，只要听雨公主能够得到兽帝的传承，他就可以继族长之位了是吗？楚风问道。的确如此，因为龙王大人在我妖蛟王族的特殊地位，只要是听雨能够得到他的传承，不管修为在何境界，都可以继承族长之位。只是听雨尝试过很多次了，虽然他能够进入龙王大人留下的传承池，却无法成功得到传承。提及此事，妖蛟广颇为无奈。这种事情我真的能帮忙吗？楚风问道。楚风小友，还记得仙人岛内那个池子吧？妖蛟广说道。记得。楚风回道。龙王大人留下的传承池与练兵仙人所布置的池子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能否进入那池子，靠的就是天赋，能否得到传承，靠的更是天赋。而我听闻楚风小友的天赋相当强悍，你若是与小女一同进入传承池，也许能够让龙王大人的力量传承于小女。妖蛟广说道。听到这里，楚风终于明白为何当日在仙人岛内楚风展现天赋之后，妖蛟听雨便来邀请他做客，应该是那个时候妖蛟听雨就想让他帮忙了。可楚风若是进去用他的天赋激活那传承池，万一兽帝的力量传承于楚风怎么办？百里玄空问道。这点放心，那传承池只会传承给我妖蛟王族的后辈，楚风小友只要能够激活那传承池，传承池内的力量进行传承之前会进行识别，他识别不到楚风，自然不会传承于楚风，只会传承于小女。妖蛟广说道。这样的话，楚风愿意一试。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放心，虽然4大帝族与你为敌，可我妖蛟王族并不怕他们，若是你能够帮助小女继承族长之位，我妖蛟王族愿保你安宁。见楚风得知原委后，仍然爽快地答应。妖蛟广甚是高兴，竟许此诺言，多谢前辈。楚风也甚是感激，因为他能看得出来，妖蛟广这话绝对不是玩笑话。而楚风现在的确需要更多的靠山来保护自己，至少在他成长起来之前，需要有人为他撑腰。妖蛟王兽倒是个不错的选择。随后楚风3人便与妖蛟广踏上了前往妖蛟王族的旅程。而一路走来，楚风越发惊奇，因为妖蛟广所行的路线竟与江无伤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同一路线。最终当楚风等人到达之时，才发现妖蛟王族的栖息地并非江无伤所在的地方，但是距离却已是不远。妖蛟王族所在的栖息地是一座远古山脉，自远古时期便保留了下来，并且整个山脉都被无形的结界覆盖。那结界虽是无形，可结界的强度却远非南宫地族的防御结界可比。这结界好是厉害，不知是出自哪位界灵师的手笔？楚风好奇地问道。是龙王大人。妖蛟广说道。兽帝也是界灵师。洪强很惊讶，他之所以惊讶，是因为妖兽具备精神力的很少，
就算能够得到精神力，可是修炼结界之术，往往也是没有天赋的。而看这里的结界，怕是如今的5只圣土都少有界灵师能够做到。从这便足以想象的到，当年受帝的结界之术是何其利奥的。不瞒红强兄，据说当年龙王大人的结界之术可是相当强横，距离那传说中的仙袍界灵师也只是一线之隔。提及此事，妖娇广也是颇为得意。仙袍界灵师，而红强与百里玄空，哪怕是楚风，则是为之惊叹。仙袍界灵师，那可是传说一般的存在啊！扯淡，仙袍界灵师岂是那么容易达到的？依我看，整个5只圣土，只有你有这个资格。蛋蛋嗤之以鼻，他可不相信，受帝距离仙袍界灵师只是一线之隔。蛋蛋，仙袍界灵师真的很难吗？楚风问道。难，当然难。按理来说，黄袍界灵师武王就有机会达到，可是仙袍界灵师武帝也未必能够达到，这就是二者的差距。而你再看看5只圣土如今的黄袍界灵师，总共加到一起才有多少个？可是5只圣土的武王又有多少个？这就足以看出5只圣土之人在修炼界灵之术上的造诣实在有限。不过这5只圣土的远古传送阵很了不起，应该是仙袍界灵师所布。远古时期的5只圣土定然有仙袍界灵师的存在。淡淡说道。远古时期的确强于现在，楚风自然知道远古传送阵的厉害，可他却也不由得想起了丹田内的那片竹简，种种迹象都表明5只圣土远古时期的修武者要强于现在的修武者。你也不用气馁，据我所知，你小子距离龙文级黄袍界灵师也是不远了吧？我觉得在你踏入武帝之前，定能成为龙文级黄袍界灵师。淡淡说道。希望吧。楚风淡淡一笑。虽然楚风想提升修武的境界，必须靠着炼化大量资源，但是结界之术自己却可以修炼，并且领悟。如淡淡所说，楚风如今距离龙文级黄袍界灵师只是一线之隔，怕是不久的将来5只圣土就要多出一位龙文级黄袍界灵师了。楚风小友，请吧。妖娇广开口说道。原来那封闭的结界已经被妖娇广打开了一道入口，顺着入口观望，楚风眉头轻挑，颇感意外。在外面看，结界之内明明是茫茫大山、参天大树，可是自那入口处再看，里面竟是座座恢宏的建筑与堡垒，那是一座浩瀚的城池，并且此刻在入口处已经走出800位妖娇王兽的高手，整齐地站在入口两侧，屈膝半跪。而入口之内仍有着数以千计的妖娇王兽高手，他们皆是身披荆棘一样的黑色铠甲，守在其中。原来别有洞天，妖娇王族比我想象中的要强。楚风之前一直觉得妖娇王族不如南宫地族，可是现在一看，妖娇王族可是丝毫不弱于南宫地族的，甚至整体素质还要强之。就在楚风等人将要进入妖娇王族领地之际，忽然自远处天际有6道身影快速的飞掠而来，并且最终稳稳的落了下来。这是妖娇王兽的人马，风尘仆仆自外面而归，而其中有一个楚风熟悉的面孔，乃是之前在攻霸平原堡垒内遇到的妖娇听雷，也就是妖娇广的第96个孩子。楚风兄弟，我们又见面了，你可真是让我等大开眼界呀，真给我们小辈长脸。在对妖娇广与百里玄空等人施完礼节之后，妖娇听雷笑眯眯的与楚风打起了招呼，并且他看楚风那可谓是一脸的崇拜。事实上不仅是他，就连他身后的5名武帝强者此刻看向楚风也是一脸的敬佩，换作之前以他们的身份绝对不会这样。可在攻霸平原亲眼见识了楚风的手段之后，他们非常清楚眼前的年轻人有让他们如此对待的资格。皇子过奖了。楚风也是客气的回礼，不用叫我皇子，若不介意叫我听雷便可。妖娇听雷说道。听雷兄。楚风再度施礼，随后问道。我们走后，攻霸平原战况如何？雪发仙人和罗盘仙人他，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你就放心吧。你被太上长老救走之后，雪发仙人与罗盘仙人都跑了，而4族也是不敢继续追。这一战4大地族费尽心思，可到头来却是惨败到底。哈哈，你是没看到4大地族被人嘲笑的呀，真是颜面无存，所以他们也没有逗留，灰溜溜的便走了。妖娇听雷一脸畅快的说着，但与此同时也是透露了之前救楚风的黑衣人也是妖娇王兽，只不过身份似乎还要在妖娇广之上，是他们的长老。而听得妖娇听雷的话后，百里玄空与红强相视一笑，至于楚风也的确安下心来。听雷呀，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这里还有一些事需要向长老团说一下，你先带楚风与2位前辈去贵宾殿休息。妖娇广说道。父亲放心，我定然招待好2位前辈与楚风兄弟。随后妖娇听雷便将楚风等人带到了贵宾殿内休息。妖娇王兽虽然是妖兽，可是城堡围墙却是模仿人族的建筑，甚至为了追求视觉效果，许多堡垒都是用纯金打造，内部的装饰品更皆是天地珍宝，那叫一个金碧辉煌，当真是奢华至极。但这种金碧辉煌实在有点过头了，楚风等人都有些欣赏不了，估计是身为人族与妖兽之间的审美还是有着一些区别的。这位便是那个人族天才楚风吧。然而楚风等人入座没有多久，一队人马便走了过来，那是一大队人马，其中不乏武帝强者，不过走进殿内的只有10位，这10位都是妖娇王兽的小辈，有男有女，皆是人形，而为首的那位男子更是有着8品半地的修为，只不过他看向楚风3人的目光充满了敌意，当然了，他看向妖娇听雷的目光也同样很是不善。妖娇血染，你来这里做什么？没有看到我在这里招待贵宾吗？以你的身份，这里可是不能随便来的。妖娇听雷呵斥道。96皇子，你可真是好大的威风啊！不过你应该很清楚，你的皇子做不了多久了，所以你最好注意一下与我说话的态度，因为我日后将是你的主子。妖娇血染不断的用手指戳着妖娇听雷的胸膛，甚是放肆。妖娇血染，你还不是族长呢？同为小辈，
见到我你就理当失礼，而你不失礼也就算了，竟然还敢威胁我，挑衅我，你就不怕我惩罚于你？妖娇听雷此刻也是颇为震怒，惩罚我？就凭你吗？还是说你要他们惩罚我？妖娇血染话到此处，将目光投向了殿内的那些妖娇王族护卫。然而那些护卫们凡是看到妖娇血染的目光，皆是赶忙低头。他们都知道妖娇血染即将继承族长大位，谁敢对他不敬？皇子大人，看来你毫无威严，都没有人愿意听你的。呵，惩罚我？你也配？妖娇血染嘴角带笑，冷嘲热讽。而妖娇听雷气的脸色通红，青筋暴起，可却也只能默默忍受。他父亲虽仍是妖娇王族的族长，可是所有人都知道妖娇血染将要继位，妖娇血染继位也就等于战派把持大权。那个时候他们和派都将没好果子吃。这个时候若是敢与妖娇血染作对，那以后的日子将更加难熬。所以他也不怪那些护卫，事实如此，大家都没有办法。对了，你刚刚说我还不是族长，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不就是觉得你妹妹还有机会做妖娇王族的族长吗？并且靠的就是这个人类，这楚风就是你们的救命稻草，对不对？话到此处，妖娇血染再度看了楚风一眼，再度轻蔑的一笑，不妨告诉你，你妹妹没戏了，一个区人类怎么可能激活传承池？亏你们为了继任族长之位，竟向人类求助，真是丢尽了我妖娇王族的脸面。妖娇血染对妖娇听雷说道，就算我妹妹无法得到龙王大人的传承，可她也是唯一一个踏入过传承池的妖娇王兽，她比你要强得多，她早晚会超过你。妖娇听雷说道，我知道她会超越我，可那又如何？那个时候我早已是妖娇王兽的族长，高高在上，她就算超越我，也只能听我差遣，看我脸色。不过你也不用为你妹妹担心，她毕竟是我妖娇王族自龙王大人之后最具天赋的妖娇王兽，我会让她过得很好。我已经决定，在我坐上族长大位的那一天，就向诸位长老请求，请他们将你妹妹赐婚给我。妖娇血染说道。妖娇血染，你真是混蛋！我妹妹身为公主，怎能嫁给你做妾室？妖娇听雷愤怒无比，因为妖娇血染早已成亲，不仅有了正式妻子，还有近100个小妾。若是她妹妹嫁给了妖娇血染，那也只能做小妾，并且妖娇血染很是花心，追求妖娇听雨多次，可皆是被拒绝，并且还让其父亲惩罚过妖娇血染。这妖娇血染早就怀恨在心，若是妖娇听雨真的嫁给他，以后肯定会很惨。但他最为无奈的是，若是妖娇血染真的做了族长，长老团一定会答应他的请求，他妹妹也是别无选择。说实话，你妹妹也只配做我的小妾，不过你放心，我会让她很快活的。她在外仍很尊贵，但在我这里确实只是性奴。哈哈哈哈！话到此处，妖娇血染仰天大笑，笑得非常无耻。想不到妖娇王族也有如此败类，我算是开了眼界了。一旁的楚风忍不住开口说道，区人类，这里岂有你说话的份？妖娇血染大怒，说话之间，无形的威压横扫而出，向楚风扑了过去。然而那威压还未靠近楚风，便已烟消云散，是被楚风的威压挡了下去。七品半地，楚风你比传闻中的强啊，也比妖娇听雷也要强。不过你可不要以为只是这个修为，你就能与我抗衡。我若真的出手，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妖娇血染说话间，便目露凶光地向楚风走去。然而还不待他靠近，百里悬空与红墙已是纷纷起身，站在了楚风的身前。干什么？你们还想对我动手？我告诉你们，这里是妖娇王族，不是你们人类的能放肆的地方。妖娇血染大声吼道。见状，楚风则是走到了百里悬空与红墙的身前，面对面的看着妖娇血染说道，你似乎很看不起人族，我就是看不起人族，在我眼中你们就是一群无耻卑鄙，除了耍心机便毫无用处的垃圾而已。怎么，你不服？妖娇血染大声说道。你有我服的地方吗？楚风轻蔑的一笑，并且打量了一下妖娇血染一番，随后笑意更浓，且失望的摇了摇头。不服可以，来，咱们切磋一下，也好让我见识见识人族天才究竟有多利奥的。不过我告诉你，我妖娇血染若是出手，定要你再也站不起来。妖娇血染撸起袖子，一副跃跃欲试，想要与楚风交手的样子。虽然我很反感你，可你毕竟也是妖娇王兽，我受族长邀请来此，总要给族长个面子，所以我不想伤你，你也最好别在我面前纠缠，否则我连族长的面子也不给。楚风话到此处，眼中闪过一抹寒光，见此寒光，妖娇血染身后的几位皆是身体一颤，在那一瞬间，身为妖兽的他们仿佛见到了惧怕的存在一样，竟自内心深处对楚风产生了畏惧。尽管很不可思议，但他们的确产生了这种感觉。只是妖娇血染却还注意到楚风眼中的寒芒，你可真是好大的口气，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今日我必须让你知道我妖娇血染的恐怖。妖娇血染对殿内的护卫说道，你们听好了，我与楚风切磋，无论谁受伤，你们都不得插手，同样的也不许任何人插手，听到了没有？妖娇血染此话另有深意，他虽然是不让妖娇王兽的护卫插手，实际上是想让妖娇王兽的护卫看着百里悬空与红墙，不让他们插手。他是下定决心要好好教训楚风一番，也刚好借此来扬他未来族长的威风。毕竟不管如何，楚风也是人族天才的代表，击败楚风对他来说也是一件难得的扬名机会。遵命！护卫们不敢违抗，纷纷退到了一旁，并且心领神会的站到了百里悬空与红墙的两侧，是要防止他们出手。但是百里悬空与红墙却是不以为然，他们知道楚风与妖娇血染交手，他们根本不用出手解救，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去救那妖娇血染。与此同时，殿外的许多护卫也是走了进来，分别将目光凝视在了楚风与妖娇血染的身上。他们都很想看一看他们妖娇王兽的最强小辈，这位未来的族长是怎么虐人族天才的。
尤其是那些战派的妖娇王兽，看向楚风之时，嘴角都扬起一抹冷冽的笑意。他们都很希望看到楚风惨败的情形。见此一幕，妖娇听雷则是笑了。在攻霸平原亲眼见识了楚风手段的他，非常清楚，不管妖娇血染在妖娇王族如何强横，但是在楚风面前却只有挨打的份。楚风，别说我欺负你，我不闪不躲，让你先打我3拳。来，往这打，我看你是怎么伤我的。妖娇血染走到了楚风的近前，用力地拍打着胸脯，让楚风打他。如你所愿。楚风微微一笑，随后抬手一拳，径直地落在了妖娇血染的胸膛之上。一声巨响传来，妖娇血染已是飞掠而出，狠狠地撞在了大殿墙壁之上，随后跌落而下。此刻，妖娇王族的护卫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妖娇血染眼下不仅脸色苍白，口中的鲜血更是如同泉水一般喷洒了一地。混账，你真是混账！妖娇血染赶紧擦拭自己嘴角的血迹，但那一地的鲜血就摆在那里，就算他擦干嘴角的血迹，也无法掩饰他被楚风打伤的事实。难怪让我先出手，原来是在胸口里藏了宝贝，你真应该谢谢那宝贝，否则我这一拳足以让你魂飞魄散。楚风摆弄着自己的拳头说道：“我就说呢，你怎么敢让楚风先打你？原来是将你那防身的内甲穿在了身上。你那内甲有反伤的功效，尤其是修为比你低的人，若是敢偷袭你而打到那内甲之上，就算不死也残废。不过可惜，楚风可是蛇纹级黄袍界灵师，早就看到了你藏的内甲，并且还用结界之术破解了你内甲的防御。你这次可真是自作聪明，丢人丢大发了。”妖娇听雷借机在一旁讽刺起来：“你给我闭嘴！”妖娇血染大怒，因为妖娇听雷所言句句属实，而他这样的反应更是此地无银300两。此刻，在场的所有妖娇王兽们都看向了妖娇血染的胸口，这才发现他的胸口的确有些特殊，果然是藏了内甲。一时之间，妖娇王兽们纷纷感到汗颜。楚风，你会付出代价的！妖娇血染双眼血红，知道丢了颜面的他，气得气孔冒烟，暴怒之下，尽量出了一把大锤。此锤通体黑色，足有9米长，不仅巨大无比，更是刻画着如同鳞片一般的纹路。纹路之间光芒流转，散发的气息乃是威力无穷，半成地冰。黑灵巨锤，这家伙竟然连黑灵巨锤都搞到手了。见此兵器，妖娇听雷眼中涌现出一抹嫉妒。他知道这黑灵巨锤乃是一件极品兵器，归长老团所有，妖娇血染能够得到，定是长老团所赐。就在此刻，一声滔天巨响之下，磅礴的黑炎已是向楚风扑杀了过去。那妖娇血染出手了，忽然那黑炎化作一条巨型大蛇，浑身漆黑，眼睛血红，张开血盆大口，便是满口尖锐的獠牙，一股气吞山河、毁天灭地的气息散发开来。妖娇血染不仅出手了，还施展了一种的禁武技。他不仅是妖姬拜楚风这么简单，而是要下杀手。然而就是此等攻击，楚风却是微微一笑，不以为然。忽然间，雷电交错，光芒闪烁，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已是出现在楚风的身上。随后，楚风便化作一道奔雷，爆射而起，径自那具蛇口中而入，尾端而出。顷刻之间，楚风不仅从正面击溃了妖娇血染运用半成地冰所施展的得劲武技，更是站在了妖娇血染的近前，眼睁睁看着楚风如同魔鬼一般穿透了他最拿手的地劲武技，并且完好无损地站在连他的近前。哪怕是妖娇血染此刻也是目瞪口呆，汗毛直立，将心脏提到了嗓子眼的他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恐惧，他的内心泛起了恐惧。事到如今，他终于意识到眼前的人类是多可的恐怖，只是可惜已经晚了，我的这只手将要扇你的脸。不过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现在选择逃。楚风抬着自己的右手，笑眯眯地对妖娇血染说道。见状，妖娇血染身形一晃，撒腿就要跑，可是他身体刚刚动弹，楚风的右手已如光速一般落到了他的脸上。一声脆响传来，妖娇血染已被楚风扇翻在地。此刻看着那倒卧在地通红的左脸之上留着一道血红色手印的妖娇血染，楚风又是一笑道：机会给你了，可你不中用啊。眼见着妖娇血染被打，妖娇王兽也是目瞪口呆，尤其是战派之妖兽，此刻更是不知该如何是好。9品半地，此刻站在他们面前的楚风不仅拥有逆战4品的战力，竟然还有这9品半地的修为，此等力量远在妖娇血染之上。小辈，这还是小辈吗？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小辈？此次攻霸平原之上，4族的2品5地都被楚风兄弟射杀，你一个区8品半地竟敢挑衅楚风兄弟，真是自取其辱，不自量力。一旁的妖娇听雷冷嘲热讽，楚风的此举当真是让他大快人心，2品5地都被他杀了，这怎么可能？其他妖娇王兽们更是惊叹不已，一时之间感觉难以置信。混账，你们还看什么看？这区人类敢打妖娇王兽的未来族长，你们居然坐视不理，还不将他拿下！妖娇血染愤怒地喊道：拿下！听得此话，战派的妖娇王兽们似是的另一般，纷纷亮出兵器，便要对楚风进行围攻。我看谁敢！然而还不待他们动手，一道怒喝自外面吹来，回响在大殿之内。听着这个声音，妖娇王兽们皆是一愣，尤其是战派的妖兽更是身体一颤。这么多年了，他们自然可以听出那声音的主人便是妖娇王兽的族长妖娇广，那可是让他战派吃尽苦头的存在。战派之人谁不怕他？楚风小友乃是我请来的贵客，我倒要看看谁敢对他无礼。妖娇广进来了，与他同来的还有4位老者，这4位老者全部都是人身兽面，虽然长得吓人，可是气息更是骇人，全部都是4品5地，想必他们就是妖娇王兽长老团的长老们了。
而在他们的身上更是有着深远的岁月痕迹，怕是他们已经活了上万年之久。谁让你们进来的？这里是贵宾殿，没有我的允许，谁让你们进的？全都给我滚出去！妖娇广看着战派的人呵斥道。战派之人不敢多言，纷纷对妖娇广与那4位长老施礼后，便赶忙离去。哪怕是此刻左脸高高肿起的妖娇血染，也是不敢逗留，赶忙起身离去。从此可以看出，哪怕他战派将要的事，可是实际上还是很惧怕妖娇广的，全都留在这里，不必出去。然而妖娇血染他们还未走出去，一位中年男子模样的便走了进来。这个男子高有3米，身强体壮，似是小型巨人一般，大步而来，虎虎生威。可是他却双眼血红，有着兽的眼睛，有着如妖娇广一样3平5地的修为。妖娇广，你可真是长了出息！我妖娇王兽的地盘，人类就可以进入，可是我族人却不能进入，这是哪来的道理？那位进来之后，竟敢当众斥责妖娇广，并且楚风还注意到他来了之后，战派之人也都理直气壮起来。不用多想，楚风也知道这位应该就是战派的主事者，那妖娇血染的父亲妖娇拔。谁给你的胆量与我这样说话？妖娇广冷声质问。族长大人，你真是威风啊！可你似乎忘记了，你的族长大位早已到期，只是你赖着不肯退位罢了。妖娇拔冷嘲热讽。放肆！妖娇广顿时大怒。好了，你们2个都给我收敛点，在客人面前还敢这般，不怕被人看了笑话？其中一位长老开口了。听着这位长老的声音，楚风心中一动，他从这位的声音中已然听出，这位长老应该就是当日在攻霸平原救了他们的那位黑袍人听雷兄。这位长老叫什么？楚风暗中对妖娇听雷问道。这位是贺长老，当日救你们的应该就是他老人家，而贺长老旁边的那位是单长老，他们2个是合派出身，所以愿意帮我们。至于另外2位长老乃是战派出身，他们一直拿规矩压着我们，几乎日日都催促让我父亲退位，好让妖娇血染立即继位，迫不及待的想要把持大权。妖娇听雷走到楚风身旁，暗中说道。不是说长老团不干预这些事吗？楚风不解地问道。不干预？怎么可能？他们巴不得让自己的子孙掌握大权呢。妖娇听雷对那2位战派长老很是不满。你就是楚风，那个罪恶滔天被4族通缉的小子？战派的一位长老来到楚风面前问道，目光阴冷，很是不善。而当那位开口之后，楚风心中一动，他感觉到一股无形却又冰冷刺骨的气息席卷全身，要冻结他的灵魂，是精神威压。这位战派长老竟暗中动用精神威压，在无形之中压迫楚风。精神威压并非是精神力，而是攻击对方精神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不会直接伤害肉体，但却能够击溃对方的精神，让对方崩溃甚至疯癫。而眼下战派长老对楚风使用的精神威压便是相当强横的一种，他的目的很明显，就算不让楚风疯癫，也要让楚风崩溃，从精神上对楚风造成压迫。楚风与他无冤无仇，乃是第一次见面，可他却下如此毒手，可以看出这位战派长老有多狠了。但是这种手段对付其他小辈可以，对付楚风却是毫无作用，不因别的，只因楚风最强的便是精神力，眼见着自己已经动用了最强的精神威压，可是楚风却是面色不改。那位战派长老也是神情一变，颇感意外。回前辈，在下正是楚风，只是有一件事，我想前辈是搞错了。我楚风从未罪恶滔天，不知前辈此话怎讲？楚风从容不迫地问道，并没有揭穿长老的恶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其实他也是没办法，若是当中揭穿，这位长老对他进行精神威压，那位长老肯定不会承认，到时候反咬楚风一口，楚风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你的恶行，世人皆知。战派长老说道。世人皆知，那些只是传闻罢了。前辈没有亲眼见到，便这样说晚辈，实在是冤枉了晚辈。还是说前辈本身就是一个道听途说便信以为真的人？楚风问道。听得此话，那位长老眉头紧皱，冷哼一声，显然他没有想到，在他们的地盘，楚风竟然还敢这样与他说话。不过他也没有继续与楚风理论，而是回身说道，我看这楚风一身匪气，根本不值得信任。龙王大人的目的，这种人万万不能进入。长老大人之前明明说好，只要我请来楚风，便让他带着听雨进入龙王大人墓地一事的，现在怎么听到此话？妖娇广有些急了，毕竟此事事关重大，此一时彼一时。当初听雨身体状况好，的确可以一试，可是听雨急功近利，竟趁着龙王大人墓地自动开启，独自闯入龙王大人墓地，在那传承池内浸泡足足8个时辰夜，导致体力不支，晕倒在了传承池内，受到反噬。如今虽然已经苏醒，可身体仍然很是虚弱，若是他再进入传承池，无疑就是找死。战派长老说道。多谢长老大人关心，不过听雨还能撑得住。就在此刻，一道倩影自殿门走入，此女面容姣好，本体却是妖兽，而她正是妖娇听雨。听雨拜见诸位长老大人，拜见父皇，拜见诸位前辈。妖娇听雨先是礼貌地对着众人施礼，随后来到楚风面前，既喜悦又惊叹地打量了楚风一番，道：楚风公子，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听雨公主好。楚风也是客气地回道：楚风公子可真是厉害，我还记得仙人岛的时候，你的修为还是武王，而我那个时候已是3品半帝，今日再见，我虽是5品半帝，可你却已是7品半帝，你让我情何以堪啊？听雨公主你这样说，让楚风很是惭愧。楚风听出妖娇听雨是在开玩笑，没有一丝讽刺，所以他也不会生气。听雨，你的脸色还不是很好，这样的你根本无法进入传承池吧？听雨，你毕竟是我妖娇王族之中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传承池的，以你的天赋，早晚可以继承龙王大人的传承，何必急于一时？战派长老说道。长老大人，如果我直言，很想做妖娇王族的族长呢？妖娇听雨说道。战派长老以及战派之人
皆是一愣，他们都没有想到妖娇听雨会说的如此直白。若是我日后得到了龙王大人的传承，你们说是要我做族长，还是要我不做族长好？难道龙王大人的血脉却连做族长的资格都没有吗？妖娇听雨问道。这个战派长老不知如何回答。兽帝黑龙王是他妖娇王族的骄傲，谁敢说他的不是？况且当年兽帝黑龙王便是合派，而那个时候的战派虽然把持大权，占据着族长之位，可长老团曾破例提出要求，想让黑龙王出任族长，只是那个时候被黑龙王拒绝罢了。可就算他没有出任族长之位，但当时的妖娇王兽却也是以他为首是瞻，就连长老们对他也是恭恭敬敬。我只想是这最后一次，行不行？只这一次，若是这次行也就行了，若是不行，我日后也再不踏入传承池。妖娇听雨说道。听雨，你说什么呢？听得此话，妖娇广慌了。父皇，恕孩儿无能，我真的天赋不足，无法继承龙王大人的传承。若是此次楚风帮我，还是不行，我想以后也依然不行。妖娇听雨一脸认真的说道。妖娇广长叹一声，妖娇听雨都这样说了，他又能如何？而见妖娇听雨一脸决然，战派长老以及战派之人则是纷纷目露喜色。其实他们也都不希望妖娇听雨得到龙王大人的传承，因为他们曾听族内前辈说过，黑龙王在的时候，他战派可是惨不忍睹，被打压的极惨。虽然不是黑龙王打压，可是合派之人却仰仗着黑龙王对他们进行打压，那对战派来说绝对是一段黑暗的岁月。尽管他们也知道，若是妖娇听雨得到黑龙王的传承，对于他妖娇王族来说是好事一件，可是因为私心的存在，他们仍然不希望妖娇听雨得到传承。而只要妖娇听雨不再踏入传承池，就没有机会得到黑龙王的传承，他们自然高兴。长老大人放心，我妖娇听雨虽然年纪尚小，可向来一言九鼎，从不出尔反尔，我是认真的。妖娇听雨说道。战派长老脸色难堪，他已听出妖娇听雨是在暗讽他们。既然听雨执意如此，那就让他再试一次吧。不过我仍信不过那个人族小鬼，需要有人进去盯着他才行。另外一位战派长老说道。长老大人，晚辈愿意前往。战派众位妖兽纷纷请命。长老大人，我等愿意前往，紧随其后。合派妖兽也是纷纷请命。你们三个去。战派长老点了2名1品5帝以及1名2品5帝说道。而见此情景，妖娇广则是眉头微皱，因为战派长老点的3人皆是战派之妖兽，而此刻楚风则是颇感无奈。妖娇王兽实力不差，可惜内部争斗实在太过激烈，若是内部不和，何以对外？贺长老，战派向来仇视人族，皆是战派的去，我怕会在龙王大人的墓内产生一些误会，所以我觉得应当让我合派的去。妖娇广对贺长老请示道。妖娇广，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信不过我？那位战派长老很是不悦的说道。相信妖娇广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战派仇视人族，此乃事实，难道你不清楚吗？贺长老说道。那好，你也去。战派长老指着一位合派的妖娇王兽说道，随后看着妖娇广说道。这样总行了吧？这样自然是好的。其实妖娇广仍然不满意，毕竟战派可是去了一位2品5帝和2位1品5帝，可他合派却只去了1位1品5帝。若是真发生什么事，他合派的那位5帝根本无法控制局面，但对方毕竟是长老，而他这个族长已是名存实亡，没有那么多话语权，只能如此。事情就这样定了，明日清晨我们开启龙王墓地。妖娇广、妖娇拔，你们2个也来。战派长老宣布道。而后诸位也是再无异议。后来楚风才知道，那龙王墓地除非在每年一个特殊的日子会自动开启外，平时是没办法开启的。想要开启，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妖娇王兽的血脉来开启。只是开启墓地需要承受不小的负担，所以每次开启，唯有长老团的长老们以及妖娇广和妖娇拔上阵。想到明日清晨将要进入堂堂兽地的墓地，楚风便兴奋不已。可他却不知道，一个围绕着他的阴谋正在秘密谋划中。妖娇拔这位战派主事者的殿宇内，今日被战派长老选中，明日陪同妖娇听雨和楚风的3位5帝皆在，妖娇、血然也在。明日进入后，除掉楚风。妖娇拔说道。大人，这怕是不太好吧？不管怎么说，那楚风都是我妖娇王兽的客人啊，就算我们再怎么反感他，可在族内对他出手，总是不好听的此话。3位5帝皆是一惊。不，什么？龙王大人，乃是我妖娇王兽最大的秘密，是不可以为外人所知的，否则会酿成大祸。而如今直接3个人类得知此事，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将此事传出去？妖娇拔说道。可就算除掉了楚风，还有另外2个人类啊。一位1品5帝不解地问道。只要除掉楚风，我自然有办法让那另外2个人类也都死在这里。妖娇拔说道。可是天宇公主也去，她定会跟随楚风左右，我们怕是没有机会动手。有妖兽说道。这种事情还用我教你？妖娇拔说此话的时候，眼中闪过一抹狠色。大人，您的意思莫非是？此刻那3位5帝的脸色都变得有些惊恐。怕什么？妖娇王兽的天下迟早是我们的，人族是威胁，可妖娇听雨也是个威胁，趁这个机会除掉这个威胁，我战派才能坐稳未来8000年的江山。妖娇拔说道。大人，这……听得此话，那3位5帝彼此互看一眼，有些犹豫不定。妖娇王兽之内虽然合派与战派内斗数万年，可却从来没有发生过自相残杀的事情，更何况妖娇听雨乃是妖娇王兽少有的天才，也许未来可以将妖娇王兽推上新的高度，让他们杀妖娇听雨，折时下不起手。难道这8000年我战派被合派打压的还不够吗？难道我们憋屈的活了8000年，未来的8000年还要默默无闻吗？长老们都老了，最多只能再活1000年，1000年之后妖娇听雨会是什么修为？你们都能够想象吗？那个时候也许连我也不如他。那个时候若是他要夺取族长之位，谁能阻他？
就算他不夺取族长之位，可他若修为是我妖蛟王族内最强者，就算血染占着族长之位，大权也要落在他的手中。所以只有除掉妖蛟听雨，才能让血染坐稳族长之位。妖蛟拔说道。此刻3位武帝动摇了，在纷纷看了一眼妖蛟血染之后，那位2品武帝率先跪倒在地，说道：为了战派荣誉，为了王族未来，我愿遵从大人之命。紧随其后，另外2名武帝也是纷纷跪倒在地，虽然要除掉他们，不过也要有所计划。血染，明日你也跟着去，然后找机会将他们引导此处，按照这上面的方法唤醒地狱火虫，最好能借用地狱火虫便灭掉他们。灭掉他们之后，你就出来说是楚风擅自触发了地狱火虫，这才导致妖蛟听雨死在其中。得知此事之后，长老们定会大怒，那2个人类也活不了。妖蛟拔将一张地图递给了妖蛟血染。地狱火虫，父亲，那不是远古时期一种非常凶残的虫子吗？若被其喷射的火焰碰到，哪怕武帝也要被烧成灰烬啊！虽然龙王大人墓地内的地狱火虫是龙王大人炼制的，可却也威力无穷。若是放出来，那我们妖蛟血染一脸恐慌。莫说是他，此刻那3位武帝也是脸色发青，很不自在。龙王大人的墓地不仅是地藏，而且比寻常的地藏要凶得多。哪怕他们是龙王大人的后人，可很多机关也不敢触碰。慌什么？妖蛟把狠狠地瞪了妖蛟血染一眼，这才说道：将这个符纸贴身放在胸口，机关触发之后，地狱火虫便不会伤害你们。妖蛟拔说话间，将4张绿色的符纸分别递给了妖蛟血染4位。而此刻，妖蛟血染4位赶忙将4张符纸贴在了身上，随后才施礼道：并不让大人失望。次日，楚风等人早早的便来到了兽帝黑龙王的墓地。黑龙王的墓地藏得很深，并且防守森严，一路走来，锁过结界无数，没有钥匙根本无法通过。由此可见，这黑龙王的墓地在妖蛟王兽之中，绝对是禁地中的禁地。眼前，楚风等人位于的乃是山脉深处的一片空地中，四周是山林，脚下是草丛。但楚风知道，黑龙王的墓地就在脚下，终于又能进入地藏了。不知道这兽帝的墓与青帝的墓比，哪个更强？蛋蛋很是兴奋地说道：青帝的墓地还没有彻底打开，至少那道地兵所化的大门，我们还没办法开启，所以怕是很难做比较。楚风说道：这倒也是，我觉得的青帝会更厉害一些。蛋蛋说道：长老大人，龙王大人的墓地开启一次不容易，血染想借此机会再去一次传承池，看如今的我能否进入其中。就在这时，妖蛟血染上前说道：也好，去吧。4位长老一同点头，见长老同意，妖蛟血染不由看了楚风一眼，并且眼中闪过一抹怪异的目光。虽然那目光一闪而过，却还是被楚风捕捉到了。这妖蛟血染不对头。楚风在心中说道。因为当发现那怪异的目光后，楚风便暗中动用天眼观察了一下妖蛟血染，发现了不同寻常之处。怎么不对头？淡淡问道。你看他的胸口贴着一张符纸，那符纸是避虫符，可以避开厉害的毒虫，并且他胸口的避虫符是很高级的一种，乃是出自龙纹级黄袍界灵师的手笔。楚风说道。果然是避虫符，昨天他的身上还没有这个，怎么今天就忽然出现了这个？淡淡可与楚风共享视线，他也发现了那避虫符。不对，不只是他，战派的其他3位身上也都有，他们可都是要与我一起进入龙王墓地的。而除了战派的之外，妖蛟听雨与合派的那位身上皆是没有这种避虫符。楚风发觉不对后，便一一用天眼观看，这才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并非偶然，真是混账！他们这定是有所预谋，多半是要害你。淡淡也意识到了对方的阴谋。